走，我们骑摩托上山去看云海吧。这条弯弯曲曲的山路，我们曾经跑步上去，也试过踏那个脚踏车。距离上次骑电单车上山也应该是10多年前了吧，真是回忆满满的一条山路啊。Morning. Dari mana? Orang daripada Penang. Penang。见到这几位从槟城骑摩托来的旅客，让我想起那些年呢，常常跟朋友骑车上来的日子。虽然这里不会很高了，但是对我这个病人来说是有一点喘，走一下就喘了。虽然喘，可是是很值得的。你看看那个风景。好吧，我们就走去前面的瞭望台看看。这个就是玻璃市的地标。苏公的榴莲巴就在这座山头的后面，也就是那个出名的山洞暗龙的附近啊。暗龙跟榴莲巴我都会在之后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玻璃市有好多山，就跟它的州一样，都是小小的。现在的雾是越来越多了，希望再等多一下可以看到很壮观的云海啦。现在太阳已经出来了，开始感觉有点热，有一点点小失望啊，无法为大家拍到壮观的云海。但是旅行就是这样，留一点小遗憾，才会更期待下一次吧。曾经想征服全世界，到最后回首才发现，大世界点点滴滴，全都是回忆。回忆。从这个方向下山，有个关卡可以通往泰国的沙顿府，这里去大概是10多分钟吧。以前我有位同学住在那里，每天翻山越岭的来上课，非常的勤劳。好了，下山跟妈妈吃早餐了。正所谓上山冇力，落山冇逼。你问我下山怕不怕？我坦白告诉你，我是有点怕了。中风后的右手呢跟右脚一遇冷哦就会僵硬，所以现在我是用低档拖慢速度下山，安全第一。
先停一旁，让后面的车先过。他在我的后面，感觉很压力。让他过了，我就可以轻松的滑下坡了。好舒服的风啊！下雨了，下雨了，还好回到才下雨。我们回去先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们才去吃干捞面吧。曾经读过一篇文章，作者说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盘最难忘的干捞面，那就是他家乡的干捞面。对于这个说法呢，我是绝对认同的。而你呢？令人难忘的不是它的味道，而是藏在记忆深处的思乡情怀，还有那久违的人情味。这不足3000人口的小地方，竟然有7、8档面摊，全都是使用碱水全担面。这位越南籍的老板娘，熟练地把面条过2次冷水，让面条去掉碱水味的同时，也可以增加它的嚼劲。夹起一盘面的分量，再烫一回热水，保证客人可以吃到热腾腾的面。加入猪油和酱油，把面拌匀。豆芽菜、葱花、叉烧片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这么的朴实。这样的早餐填饱了小山村数代人的胃。老板娘嫁过来10年左右，假如不说，你也分不出她是越南人了。Tôi là người Việt Nam, ở Malaysia, lập gia đình ở đây, và nấu mì canh lam men. Đây là món ăn ở Kakipuki, Bali.假如你问我这里的面有什么特色，我想就是这个用白醋和青色指天椒搅拌而成的辣椒了。青色的酸辣味令人实在开胃。把辣椒搅拌均匀就可以开动了。吃饱后来杯香浓的咖啡，满足。